好朋友们，在我面前呢，就是基于鸿蒙 HarmonyOS 系统的鸿蒙电脑。首先，大家其实很关注的，其实就是它的这个配置啊。我们在这个关于本机的这里边呢，其实查不到相关的这个硬件配置，只知道它是一个32G 的运行内存以及1T 的存储。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它是基于 Open HarmonyOS 系统5.0的一个操作的这个系统。好，整个界面来看呢，这个也很像那个，对吧？我们先看到底下这个图标，其实有一点这个我们熟悉的这个样子，对吧 ？Mac 的这个样子。当我们鼠标经过每一个图标之上呢，它会有一个小小的动画，你们看到没有？而且呢，底下的这些应用呢，其实是可以进行拖拽的。这其实也是我们一些常用的应用啊，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它是拖拽不出来。应用中心，点开这里，都可以来进行查看的。我们左下角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圆圈，这个是启动。打开之后呢，它是一个最近的一些文档的一些操作，以及进入设置以及这个重启、关机等一些相应的一个操作。那这桌面上面其实是有一些我们常用到的一些应用啊。那这边呢，其实是一些常用的这些卡片。那这些卡片呢，其实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在桌面上面来进行加入的。我们先打开这个相应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市场，我们先看一下。它能支持的一些应用，我们可以看到，像目前这个相应的，比如说像文档类的这个应用啊，然后 PS 啊，然后小红书、哔哩哔哩，好，打开 B 站。哎，这个其实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界面的这个相应的体验，其实有点像我们在这个平板上面的这种感觉，你们看到没有？那我们在右上角呢是有一个全屏，打开全屏，或者是这个还原，然后这个是最小化，这个是一个箭头关闭。我们打开一个应用看一下啊。这个其实是和我们常用到的电脑的这个一个应用的界面不太一样的，就是它给到的这个相应的功能和菜单会更丰富、更多一些。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界面上面啊，不像我们像 Windows 电脑上面，它有一个计算机或者我的电脑。鸿蒙电脑上面的这个文件方面的这个管理呢，是直接打开这里文档管理。那这里呢就可以看到啊，这其实有点像我们手机或者平板上面的这个管理啊，左边。那这里呢，有相应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入口，比如说我们进行的一个分类，有下载啊、文档、图片、音频、视频等一些相应的一个大类的这个文件的这个分类之外呢，在底下呢，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相应的2大的存储。那这里边呢，就是我们常存储到的一些文件，比如说我们在电脑上面下载的、存储的这些文件，全部都在这里来进行寻找。那这相比我们在电脑上面像 C 盘、D 盘来说了，对于很多第一次使用电脑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那这里边呢，也可以快速访问到我们的这个云端的文件。当然，现在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演示机的原因啊，我们就不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查看了。那除了这个我们使用鼠标来进行操控之外呢，它也是目前支持了使用屏幕触控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操控。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这里这有个小翼，而且在我们这个键盘这个位置也有一个小翼的一个快捷键。当我们需要在电脑上面使用这个小翼的时候，我们直接在电脑上面进行点一下。也可以快速的启动它，或者我们使用手来进行点它，也可以快速的体验，并且我们可以使用语音来进行一个操作。当然，现场的这个环境下，不太适合我们在这个现场使用小翼的这个语音。那我们在这个电脑上面常用到的可能就是这个文档方面的一些操作体验了我们让它干什么呢？我们先把它拖过来，帮我总结这个文档。好，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进行。通过 AI 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操作，那它也是基于华为的这个盘古模型以及 DeepSeek 双模型来进行的一个 AI 的一个处理。那它呢也可以进行在图片上进行一个翻译的功能。来，我们先来看，帮我翻译这个图片。好，那这个时候我其实可以看到左边，我们看到左边就是刚才的这个原图片，而右边就是对应的一个翻译的一个图片了。好，在我面前的是鸿蒙 PC 以及 MatePad 2款设备。在这个键鼠共享这个体验方面呢，其实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再给你们看一下啊，注意鼠标，我们鼠标快速撞2下。看到有一个动画没有？这个时候，哎，有一种时光穿越的感觉。你们看，鼠标穿越过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2个设备来进行这个鼠标的进行共享的体验了。我们随便打几个字，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这个键盘来进行这个文字的这个输入了啊。就这样的话呢，其实就可以一个鼠标一个键盘来进行多端的一个操作体验。
好，我面前有3个设备啊，都是鸿蒙的设备。今天刚刚亮相的鸿蒙电脑，左边是 MatePad， 右边是手机。现在我们来体验一下这个手眼同行啊，因为刚才我们已经体验过这个鼠标直接过来啊，键鼠共享。但是手眼同行的体验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啊，我的鼠标现在在左边，但是我现在需要操作右边的这个设备，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直接按到 Ctrl， 眼睛过来，注意眼睛要过来。那这个时候鼠标自己就过来了，也就省去了我们很多把鼠标从左边到右边的这么一个所有的过程，直接使用眼睛就可以来进行一个操作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应用接续啊，我们在手机上使用一个 B 站，我们打开一个视频。当我们打开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先点个暂停。好，那这个时候我往后拖一下吧，这样就显得我们已经看过一部分了。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电脑上面就有一个小图标了。这个时候我们点开它，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电脑上来继续使用它了。那么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使用体验啊，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小红书来进行这个拍摄一张图片，那这个时候我们常规操作是需要先在手机上面进行一个拍摄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看鸿蒙电脑上面体验什么样子。首先我们打开它，这里边看到有一个其他设备，点开。比如说我们使用左边的这个平板来进行拍摄，怎么办呢？点开直接点拍照。好，这个时候它就调用到了旁边这个平板的这个相机。我们现在随便拍一张照片啊，拍这瓶水。好，勾选它，这个时候图片就过来了。对。好，我们选择下一步。哎，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刚才我们使用平板来进行这个拍摄的照片。那刚才拍摄的照片，比如说我们在其他设备拍摄的视频，拍完视频就直接可以在电脑上来进行一个操作使用了。这就是这个整个鸿蒙设备的这个跨设备互通的这个体验。